为啥美国连犯罪率也要争第一？为啥子美国纽约过去的这一年犯罪数据涨了40%多呢？美国很多地区现在面对的是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这么快的增加呢？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怎么去解决它呢？还有中国这边是一个啥子情况呢？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那么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下你们，我的朋友们，你们感觉中国这边安不安全啊？评论区里面跟我说一下。接下来咱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这个分享。德国小伙子 Marky 就是我，今天我当然又来了。今天我又来给你们分享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所有的老朋友们，所有的新朋友们，都欢迎来看一下今天这一期视频：抢劫、盗窃罪、地产诈骗、网络诈骗、身份诈骗。这些犯罪在美国的大城市和小城市，从去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有一个特别快、特别大的增加。机动车窃盗是增加的最快的、最多的一个犯罪，从去年到现在的这个时候，增加了86%，差不多多1倍了。那我们来想一下这个情况的原因在哪里？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一个情况，起码一部分是，但是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简单。我是觉得这几个问题更加的是美国那边现在有一些经济和社会上面的困难的问题是这个导致的。最近发生的事情其实也不少，因为最近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很多西方国家都有，那就是通胀率。所有的货、所有的服务、所有的东西的价格都在涨，都在变得更贵。再加上俄罗斯和乌克兰最近的这个冲突的事情，也让全球的汽油价格疯狂的往上涨。再加上美国本身有一个很大的社会上面的问题，那就是有钱人和没有钱的人、穷人的差距太大了，现在也变得越来越大了。那么这些事情导致了现在很多经济条件一般的美国人已经日常生活上面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了，他们没有办法过自己想要的一个生活，没有办法买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变得太贵了，就是买不起了。所以他们想着想着，可能就只能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去犯罪呀，去做一些不合法的、不太好的事情，可能这样会过得稍微好一点。但是他们可能看不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们这样操作起来也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因为犯罪数据很高的情况下，那肯定会导致这些东西、这些服务、这些产品的价格只会涨得更快、更疯狂。而且普通的人看到这些数据的话，他们自己也会感觉不舒服，不太安全，在平时的生活中。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会变得越来越不开心、不满意。那么这几个问题咋解决呢？我觉得如果有那么容易，那他们肯定早就解决了。但是在我的看法中，在 Marky 的看法中，我觉得首先呢，要解决这些社会和经济上面的问题。首先，你要保证你这些人，他们能够承担每天日常的一个生活，可以过他们喜欢的生活，而且并不是让他们担心，哎呀，明天会怎么样，怎么办呢？而且他们要有感觉，做一个正常的、一个真诚的工作，肯定比去承担这个做犯罪、做不好的事情的风险要高很多。他们要感觉他们做一个正常的工作，稍微努力一下，比去做其他的事情要好很多，他们就不会愿意
去做这些坏的事情。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中国这边，现在是个啥子情况？中国现在经济还是好得很，发展得很快。虽然说没有像以前那么快，但是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很不错、很高的一个水平。那当然不会一直都发展得非常快，但是中国的经济好得很，中国这边的平均工资也在慢慢的往上涨，然后中国人也过得越来越快了，越来越好，平均的一个生活水平也每天都有一点点进步。那么还有一个我个人可能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最厉害的一个点，那就是哪怕在中国这边，你算是一个没有很多钱的人，算是一个穷人，你都可以过一个还不错、一个挺好的生活。那就是因为中国这边的生活成本没有那么高，就看你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东西，包括说公共交通，包括说能源的价格，都算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所以说，哪怕你不算有钱人，你还是可以过好你的每一天。那还有一个点，我觉得都差不多都不用说了，那就是中国算是全球上面最安全的地方之一。不管你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你都不用害怕出门散一会儿步，哪怕是晚上的时候，想出去就出去，因为都是特别安全。反正看样子，我感觉大部分的中国人和这边的情况都还是比较满意，还是比较幸福。作为一个在中国的老外，我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那么，我的朋友们，今天我想问你们的看法中，中国的秘密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这么幸福？为什么会这么安全呢？评论里面跟我们老外分享一下。然后今天 Mark 的一个分享也又要结束了，非常希望你们又学到一些新的东西了，又听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非常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点赞、你们的关注、你们的转发，谢谢喽。如果你们喜欢看 Mark 的视频，那非常欢迎你们在下一期又过来看一下我要去哪里耍。